Hello，天蝎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新。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抽牌，看一下本月，也就是9月，天蝎座朋友们的能量运势如何。那大家在选择影片的时候呢，可以参考自己的太阳、上升跟月亮星座。那如果你对自己的星盘比较熟悉的话呢，也可以参考自己的星盘里面能量比较集中的星座。比如说，如果你有群星落在某个星座，又或者是你的命主星所在的星座、天顶所在的星座，这些都是可以参考的。那么，这是一个大众的运势解读，请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取对自己有用的部分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天蝎座朋友本月的整体运势如何。天蝎座朋友本月的话，你们的能量总体上还是会有一些阻滞啊，可能自己在推进某一些计划，或者是生活中间想要在某一个方向有所突破的话呢，本月可能还是会遇到一些阻碍，也可能是自己内心的动力是不足的，方向感不明晰。这也可能是因为自己过去呢有一些问题还在纠结，过去有一些功课还没有完成啊，因为自己内在的过去没有完成的功课而无法向前走。但是呢，如果有一些此前有一些经济上、物质上、现实生活中间的困难，又或者是感觉到自己处在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的话，那本月是有一个改善的契机，有一个缓解的这种倾向的。所以本月总体来说，天蝎座朋友的状态是你想要前进，有些地方你是想要推进的，你的生活中间确实在现实上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得到了缓解，所以你就想要往前推进。可是在这个推进的过程中间呢，又经常会有一些卡点。那这个卡点最大的可能性是你自己的方向不明确，自己的动力不足，又或者是你自己因为过去的一些原因，有一些事情还没有放下，有一些课题还没有完结。那天蝎座它本身是一个固定星座啊，固定星座它一个很大的优点是它很能坚持，它有很强的这种毅力啊，尤其天蝎座可以说是12星座里面，很大的这么一个星座，它可能能够做到很多别人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在很极端的环境下，它可以咬牙坚持，可以逆境重生。但是我们说，我们所有的优点反过来也都是我们的缺点。那它的缺点就是作为一个固定星座，它可能有的时候会抓住一些过去的事情不放，或者有一些项目呢，明显已经没有这个前景了，还不肯放手啊，就是它要改变方向，可能比像这种变动星座它可能要难很多。那所以本月的这个能量其实对应了天蝎座本身的这种能量啊，可能是因为自己内心的一些原因，自己的一些过去的原因，自己的这个动力不足的原因，又或者是方向感不明确的原因，在前进的路上呢会有一定的阻碍。但转机也是有的，本月在很多事情上是有转机的。你的现实中间，如果之前曾经有过困顿、有过孤立的话，本月是有缓解的啊。所以整个的能量就是有喜有忧，有一些事情在向好转的方向发展，但同时呢，这个能量上呢也是有一些卡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天蝎座朋友本月的事业运势如何？事业上非常有意思，抽到了3张这个小阿尔卡纳里面的宫廷牌哈。我看到本月天蝎座朋友在事业方面呢，可能你内在的情绪上会有一些受到干扰的地方啊，情绪上有一些不成熟、不稳重啊，或者是感觉到不满足的这样一个地方。但你的理智的判断能力本月是非常的强的，也能够去用一种成熟的姿态去跟他人去沟通，去工作呢是需要有很多这种理智的判断需要做很多这种沟通交流的话，那本月的这个能量是对你非常有利的，你能够做出很正确的判断，理性的去解决问题去推进事情的进展。同时呢，你也有非常强的行动力和对工作的这种热情和掌控力那别人呢也会认可你的能力，你可能会展现出来一种很强大的自信的这种感觉领导力，让别人能够愿意去追随你、支持你所以本月可能天蝎座朋友要更多的去运用自己的这种理性上的能量，而不要让天蝎也是一个
水象星座本身它的情绪是比较敏感的，那么天蝎呢，在3个水象星座里面，它是一个最深沉的这么一个星座啊，所以它的很多情绪可能会藏得很深，然后内在波涛汹涌的那样一种感觉。天蝎也是一个很注重隐私性的星座，他可能除了对自己非常信任的人之外，他有些情感不会表露出来，但是他内在呢是波涛汹涌的。那本月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下你情感上面这种波涛汹涌的状态，这种不稳定不成熟的状态，不要让它呢来干扰你的事业啊，更多的去运用你的这种理性的力量，因为你本月在这种理性的判断上是非常强的啊，你运用这种理性的能量去处理工作上的事情，发挥自己的这种领导力啊，你周围的人是会愿意去认可你和追随你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月天蝎座朋友在情感方面的一个运势啊。那本月我看到天蝎座的朋友在情感上呢，可能你要学会放下一些自己的执念啊，这跟前面的总体运势其实也有相呼应的地方，就是又说回来，天蝎座是一个固定星座，而且是一个水象的固定星座它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固执，在情感关系上呢，可能不大会让步啊。那本月的这个塔罗给你的提醒是，可能有的时候要适当的该妥协的地方要妥协一点，要忍受一个这种可能有一些事情不是很确定、不是很明晰的这样一个状态，更多的去考虑对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他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给对方一定的空间，也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天蝎在情感关系中间，他也可能会有一种融合的倾向，他需要非常深刻的一个情感关系但是本月的这个塔罗给出的这个信息，在这个倒吊人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要学会去反思，学会去换位思考。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要的和对方要的，他可能不见得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就是对自己的立场不要总是牢牢的抓住自己的立场，觉得自己的都是对的，而是更多的去考虑一下对方他想要的是什么，在关系中间这样也让自己呢能够去放下一部分的焦虑。可能我看到很多天蝎座朋友在关系中间的这种焦虑，可能都是你自己脑子里的可能不见得是关系本身有什么问题但是自己可能有非常多的焦虑。那本月呢，通过这种妥协，通过对自己的这样一个反思，通过给彼此一个喘息的空间呢，可能反而有机会放下这种焦虑，慢慢的去释放这个压力所以它整个的这个能量场是在一个缓和、调整、反思这样一个状态中间。我们再抽2张这个给天蝎座朋友的建议牌刚好有2张牌掉了出来。那么这2张建议牌呢，结合我们前面的解读的话，可能给到天蝎座本月的一个建议，还是需要去调整和积累。因为前面其实我们看到了，在很多的牌面上都会有一种有一定的卡点在所有的3组牌中呢，都是存在突破的机会，但是同时也存在卡点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2张建议牌给到的呢，还是说天蝎座朋友在本月可能要有一定的耐心，你对未来可能会有一些长远的计划，但这个阶段可能还是要避免好高骛远，可能有一些事情还不到完全去推进的时候，还是要脚踏实地在自己的日常的生活中去努力的耕耘，不管是在情感上去反思、去妥协在事业上把控好自己的情绪，还是说在这种其他整体的这种运势上保持一个耐心、一个节奏。总体来而言呢，都是说时机还不到一个最好的往前前进的时候方向也不见得是非常的明晰。那么自己当下的这种努力和耕耘还是很重要的，而这个努力和耕耘呢，一定是会给你带来积累，带来未来的这个收获的所以现在当下呢，还是好好的回归到这个脚踏实地的这个日常中间来。这个也很符合9月份处女月的这样一个处女座的这种能量脚踏实地的去耕耘的这样一个从小的地方、细节的地方去着手，去积累，去耐心的去等待这样一个未来的一个爆发的时机。我们最后再来抽一张神谕卡，看看神谕卡给到天蝎座本月自我关怀的小贴士是什么？我对着未知去敞开。这个能量呢，其实也是前面讲到的，就是天蝎座它是一个固定星座，它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固守已有的旧有的这种模式，而不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
当然，天蝎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星座，就是它一旦他决定做一件什么事情的话，他的行动力和意志力都是非常强的。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固定星座，就是它要改变旧有的模式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困难。本月的这个神谕卡就是鼓励你去探索未知啊，去向未知的这种东西去完全的敞开。好，那以上就是本月天蝎座的运势解读，希望其中的一些讯息对你是有所帮助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